恭喜恭喜！120余岁的金丹，在下活了300余年，头一回见。赵长老谬赞了。可不是嘛，更难得的是，北师弟还有个这么大的儿子，瞒得咱们好苦啊！我说北师弟，你这也太能藏了。当初你带他来山门，只说是道友之意，如今再看，嘿，那眉眼，那鼻子，活脱脱就是第二个你嘛。当年确有不便之处，我自罚一杯。小子，你爹是3阶丹师，又是金丹真人，你往后在山门横着走，可都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喽。老东西，别教坏孩子。念风，往后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找我。多谢蔡长老。北师弟，你瞒得可真好。当年你为了他，硬耗玄冰宗金丹，我还以为你只是古道热肠。念风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回掌门107了。伪灵根炼气11层，不过往后有你爹的丹药供着，金丹不敢说，筑基绝不在话下。只是往后别叫掌门了，叫师伯。师伯。父亲，我想回去了，这里太闷了。太上长老到！太上长老，伤势可痊愈了？已无大碍，只是还需闭关一段时日，稳固境界。你如今已是金丹真人，后山南路有座废弃的洞府，灵气浓郁数倍，老夫已命人修缮，过后便可随时。多谢太上长老，你为我灵寿山3阶丹师，又是100余年金丹，理应如此。修缮期间，你便在丹峰闭关，待修好再搬。如此甚好，1、2年也好。待你出关，老夫正好还有一事与你商议。父亲，太上长老说有事与您商议，会是什么事？不知。你如今已炼气11层，待我闭关时，可自去藏经阁选几门筑基攻防术法，提前参悟。至少需半年。好。9类金丹，若不修复，日后与人争斗，便少了一层保障。10件上品灵器。练，若没有你，我早老死在凡俗了。既走到今日，就不该优柔寡断。去。这葫芦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混沌初开，我的天灵根竟是他给的。若没有你，我早老死在凡俗的葫芦村了。父亲，您出关了。炼气11层顶峰，怎么还没突破？服下此丹，修炼时需凝神静气，不可急躁。6个月的闭关，境界可稳固了？已稳固。北寒风既已出关，便来后山一趟吧。太上长老还真是算得准，去吧。有件事许你走一趟。太上长老请讲。齐国边境有座废弃的古修士洞府，你可愿替老夫走上这一趟？太上长老可否告知，那是何物？一株灵药，名唤9月青莲。那洞府外布有阵法，有妖兽趁虚而入，至少是3阶初期。若全力出手，可与寻常金丹中期一战；若于后期，凭风火势脱身也不难。真正要小心的
是其他宗门的人，路上需多加小心。弟子愿往。这枚遁空符可瞬间遁出千里，若势不可为，保命要紧。苍茫山脉，那可是妖兽盘踞之地。父亲您有不得不去的理由，你安心修炼，莫要分心。这边小心！谁？前辈恕罪，晚辈不知前辈在此。无妨，你们继续。前辈可是要去苍茫山脉？你很聪明，但聪明人往往活不长。前辈息怒，我们这就走。慢着，你们可曾见过其他人往苍茫山脉去？回前辈，3日前见过万寿宗的人，昨日傍晚还有一个黑袍金丹从头顶飞过。苍茫山脉最近不太平，不想死最好换个地方。谷内太安静了，连一声兽后都没有。又来个送死的，本座魔灵门黄真风，那洞府里的东西，我家门主看上了，识相的，滚！若我不呢？那你就留下命来吧！灵寿山的蛮子拿着一把破灵器，也敢来苍茫山脉？极品灵气能有此威能是不错，可惜终究只是灵气。这是极品宝器！你一个金丹初期，怎会有极品宝器？极品宝器又如何？你不过金丹初期。这不可能！你是九雷金丹啊！想杀我，你还不够格！先盘！疯子！为了杀我，偏要拼个两败俱伤。阁下好手段，那洞府里的东西，我魔灵门不争了，我黄真风就此退出。站住！你疯了！真要同归于灭？你方才可说，放我这府的寒芒，让我留下命来。装神弄鬼！这是什么妖术？求你饶我一命，我出代都给你，绝不报复。你方才可说，让我留下命来。
我魔灵门长老，滚出来！极品宝器，你以为凭这个就能从本座手里逃掉？金毛巨猿，这巨猿竟跟了出来！小子，你倒是会挑时候！金丹大圆满，也不过如此。金毛巨猿，既然你们都想死，万座成全你们！本座记住你了，今日之仇，本座必报！这渔夫，我当定了。这9叶叶莲还未成熟，尚需等待。到手了。小子，本座在这儿等你多时了，交出青莲，饶你一命。你不是想要9青叶莲吗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金毛巨猿，你敢！你们最好打个2败俱伤。黄雀该出场了。金毛巨猿，你也有今天！9叶一莲，还是本座的。你敢杀我，魔灵门不会放过你的！放我一命，除带都给你，还有元婴功法。说完了。哼，这金毛巨猿倒是不错的材料。极北之地，灵力风暴，疑似上古修士洞府出事。这位前辈想买点什么？你们这儿收不收3阶妖兽材料？前辈说笑了，那等宝物得请执事亲自过来。这是3阶巅峰妖兽的獠牙。血域灵芝、万年寒铁，要凑齐这些，只怕不够。加上这绝本命蛊，小店能凑齐70%。今日晚上，散修联盟举办拍卖会，道友若有兴趣，
不妨去看看。要点什么？道友这是打劫了哪家宗门？4万5，成交。前辈可是来参加拍卖会的，入场需100下品灵石。拍卖会现在开始，中品灵器轻双剑起拍价1万。一阶初期血云狐幼崽极难捕捉，起拍价5000。这狐儿倒是有趣，6000。2阶中品筑基丹起拍价1万。接下来这件，诸位前辈可要瞧仔细了，疑似上古阵法残片，材质至少是3阶以上，起拍价2万。3万，哼，3万5，4万。说件事没空呢。道友留步，道友方才出手大方，不知是哪家宗门的子弟？有事，在下破山宗李元，道友出价4万，想必是支那铜片之用的。道友这是看不起我破山？金丹，前辈恕罪，晚辈有眼无珠，求前辈饶命啊！方才拍卖会上，你加价的语气，本座很不喜欢。前辈，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全当赔罪。本座让你自己拿了。滚！站住！本座说的是，滚着走。前辈住店，要间上房2楼甲字3号，1天10块下品灵石。前辈住多久？先住3天。又要等上几年了。前辈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可是落下什么东西？有事。不知前辈有何吩咐？这是3阶顶峰妖兽。3日后那场拍卖，帮本座把这东西拍了。前辈，此兽完整度极高，至少能拍出30万中品灵石以上。无妨，能卖多少就多少。本座赶时间，你们抽多少？只抽半成，这是本行的贵宾令牌，前辈请收好。此事不得声张。坊子里竟还有别的金丹，一壶灵茶。好嘞，前辈慢用。这位道友，不介意老夫坐下吧？老夫林远山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姓厉。厉道友若也是冲着那妖兽来的，咱们可得提前说好，别争得两败俱伤。厉某对那3阶妖兽没兴趣。哈哈哈，厉道友，3日后拍卖会见。接下来这件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之物。
起拍价20万下品灵石，25万。前辈，38万下品灵石，扣去半成佣金，还有36万1千。厉道友这就走了。林道友有事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过来打个招呼。跟了这么久，不出来见见？厉道友神识好手敏锐，老夫并无恶意，只是同路而已。300余里的路程，这也叫同路？老夫最近手头紧，想找道友借60万下品灵石周转周转。60万，你这条命只值60万。原来有此异兆，既然敬酒不吃，别怪老夫心狠手辣。落！这是收。这不可能！去！术法化龙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从未听说过你？西北之地突发灵力风暴，疑似上古修士洞府出事。西北之地，或许该去取回那乾蓝冰焰了。前辈请进。前辈想要点什么？小店经营各类御寒之物，3阶御寒袍，可有？前辈，3阶御寒之物需3阶妖兽皮炼制，那等宝物小店实在没有。2阶的倒是有几件，2阶太低。前辈留步，小店虽没有，城北有家寒衣阁，店主是位金丹散修，前辈不妨去那里看看。道友要3阶御寒之物？正是。此乃3阶初期的雪熊迷袍所制，作价3万下品灵石。道友可是要去那极北之地？最近极北之地不太平，据说有上古洞府出事。昨日又来了一拨人，4个金丹，领头的是个金丹后期。道友若要去，可得小心些。多谢。竟全是金丹。走。既入此局，便无回头之路。此殿禁制未消，不如我等联手先破了这禁制，然后再各凭本事，如何？哼，联手凭什么？穆某同意。这位道友呢？同意。诸位，动手吧。道友请。你怎么不先进？那就一起进。这等人物，陪葬品绝不会差。宝物只有1件，怎么分？各凭本事。你们看地上，不好，是阵法。铁阵，摧毁修罗场。
都退后，请天剑盟。兵交已退，该谈正事了。他还活着。各凭本事，找死！退！哼，装神弄鬼！元婴，晚辈等人无意冒犯前辈清修，这就退出。死了。吵，得想办法跑。太软。前辈若需侍奉之人，晚辈愿为前辈效犬马之劳。你不够。你抬头，你身上有元婴的气息。晚辈族内有元婴老祖，为防晚辈陨落，在体内下了防护。遁空符，想逃？逃？中了本座的冰寒神光，你又能逃多远？元婴手段，不行，这样只会加速侵蚀。寒意已蔓延半个胸口，走逼完全失去知觉，看来只能去冰魄宫了。那女元婴竟追来了！前辈，救命！进来！冰寒神光，你招惹了元婴修士。晚辈在古殿中不慎惊动一位沉睡的女修，紫衣墨发，双眼幽蓝。原来是那头冰鸟，它当时不过是个3阶后期的灵禽，躲在极北深处不敢出来，如今倒学会欺负人了。此地主人，请出来一见。残魂，小辈见了本座连礼数都不懂了。你不过一道残魂，也敢在我面前自称本座？便是残魂，也容不得你在本座面前放肆。就这点本事，300年了，你还是来。冰魄退散。前蓝冰焰。倒有好手段，我今日倒是领教了。此人中了我的冰寒神光，若无我亲手化解，3日必死。你想要什么？前蓝冰焰只分我一缕，我便化解此人身上的神光。一缕前蓝冰焰换一个金丹小辈的命，你当本座是傻子？
这小辈死不死与你何干？你若想要，自己来拿。这冰魄功，便是元婴后期来了，也未必能全身而痛。你一个4阶初期的小琴，确定要试试？好，今日给道友一个面子，此人我暂且放过。小辈，你最好一直待在这殿内，否则出来的那日便是你的死日。暖阳玉髓拿到了，100年之约提前完成，前蓝冰焰给你，炼化它可顺势吸收冰寒神光。晚辈明白。你既已炼化，那便离开吧。这冰魄功，本座要封禁100年。前辈，这是晚辈途中得到的手札，或许对前辈有用。你倒是心细，看在手札份上，本座再消耗本源送你1成吧。此光可将你送至3000里外，足够你脱身了。多谢前辈。是你，你竟然没死！路过而已，道友请便。等等，那女元婴没杀你，与道友无关。一个金丹初期，中了元婴一击，3天不到就恢复了。道友莫怪，在下只是好奇，那古殿中我等9死1生才逃出来，道友能全身而退，实在了得。道友这是何意？哼！追！走！与紫衣女子的对峙，加上连日赶路，阵元亏空不少。苏啊，当年炼气10成的小姑娘，如今已到炼气12层了。前辈，起来吧。多亏前辈出手相救，否则晚辈今日怕是要折在这里了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些年黑煞宗越发猖獗，屡次袭扰我苏家产业。前几日有弟子报说，在含元岭发现了一处黑煞宗的临时据点，父亲便让我带人来探查。没想到半路遇到狼群，前辈2次救我性命，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前辈收下。不必了。前辈留步！父亲若知道前辈路过，定要亲自道谢。前辈若不嫌弃，不如去玉冰城歇歇脚。此地离玉冰城不过半日路程。父亲近年得了一枚3阶下品培神丹，一直想寻机会答谢前辈。前辈若肯赏光，父亲定会将此物奉上。培神丹若能转化为极品，对我神识帮助不小。那走吧。前辈，这些年黑煞宗势力扩张很快，附近的几座散修坊夷都被他们吞并了。父亲说，他们迟早还会对玉冰城动手的。前辈这次回来，要在附近停留些时日吗？路过，办完事就走。见过前辈。王管事，北前辈是我请来的贵客，父亲呢？家主在后院，我这就去通报。恩公，苏道友不必多礼。当年一别，转眼便是10余年，恩公风采依旧，在下却已开始老了。去，把我珍藏的那坛100年青竹娘取来。恩公此次可是刚从极北之地出来？刚从那边出来。恩公好本事，既来了，便多住几日，让在下略尽地主之谊。苏道友客气。听说你得了一枚2阶培神丹，这丫头，恩公救命之恩，在下一直无以为报。那枚培神丹正是我为恩公准备的心意。苏道友似乎有话要说。恩公慧眼，在下确实有一事相求。
说，黑煞宗在寒渊岭建了据点，领头的是一名筑基后期修士，人称血鬼手刘恒。此人手段狠辣，麾下还有几名筑基初期和中期修士。以我苏家现在的实力，根本挡不住。在下斗胆，想请恩中出手，助我苏家除此大患。事成之后，除了这枚培神丹，在下愿再奉上5万下品灵石。筑基后期，你就知道我能对付得了？在下不知，但恩公当年能以筑基中期斩退黑煞宗基后期的枯溪谷老人，如今10余年过去，想必修为更精进了。在下也是走投无路，这才后眼开的口。培神丹留下，临时不用，带路。恩公，那刘恒在寒渊岭的据点经营已久，布置了不少阵法，不如先休整一夜，明日叫上一些人。不必，再现在就去。你留家里。恩公，那据点就在谷中，入口有阵法遮蔽，须得……嘿！这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地心！什么人？地心！跟上。苏远山，活腻了，敢闯到这里来！神识扫视一群蝼蚁，就这些。什么？刘恒呢？在那里面，他平时都在洞中修炼。筑基大圆满。这位道友，我黑煞宗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无故破阵闯入谷内？道友若现在退去，此事我黑煞宗可以既往不咎；若执意要与黑煞宗为敌，道友可要想清楚了。想清楚，就凭你们这些人，配吗？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宝器究竟是何来历？金丹，你是金丹修士！前辈，晚辈不知前辈驾临，多有冒犯，求前辈饶命！你不能杀我，我黑煞宗亦有金丹老祖，你若杀我，老祖不会放过你的。金丹老祖，那又如何？前辈饶命，晚辈愿为前辈做牛做马。40多条人命，数十秒间技术屠灭，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。斗点已除，黑煞宗短时间内不会再来，回去吧。是，晚辈遵命。前辈，道友做的是我。刘恒是我黑煞宗内门执事，道友杀他，总该有个说法吧？他要杀我，道友说笑了。刘恒不过筑基后期，面对金丹修士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动手。老夫黑煞宗内门长老赵武阳，今日之事可以不计较，但道友总得给个交代。50万下品灵石，此事就此接过，如何？赵道友打得好算盘，我若不给呢？北道友，老夫好言相商是给道友面子，天才也得有命活才行。北道友，老夫最后问一次，50万灵石给还是不给？道友这是何意？北道友果然不简单，今日之事是老夫冒昧了，50万灵石的事就当老夫没提过。不过老夫有一事好奇，道友这火焰是什么来历？祖上传下来的，我也不清楚。老夫多嘴告知一句，这寒渊岭往南500里有我宗一处矿场，道友最好绕道走。走吧。前辈，那位赵武阳为何忽然就走了？
他看不透我的底细。一个金丹初期，面对金丹中期，不但不跑，还敢亮出底牌，活了300多年的修士，比谁都惜命。他不是刘恒那种莽夫，至少在没有摸清我底细之前不会。前辈，晚辈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请前辈在玉冰城多留几日。晚辈愿将一座灵石矿脉的全部收益献给前辈。你们苏家不是依附于玄冰宗的吗？说到底，我苏家不过是个小家族，在玄冰宗这等大宗眼里，连条狗都不如。留一晚，明日走。父亲让我给前辈送些吃的，放桌上吧。前辈，晚辈想求您一件事，请前辈收我为徒。晚辈不想看着苏家就这么没落下去。我不收徒，不过你若能在3年内筑基，我倒可以考虑指点你一下。多谢前辈，晚辈一定会努力的。前辈，出事了！黑煞宗矿场调来了一名金丹修士，放出话来。说什么？说要前辈3日之内登门赔罪，否则就踏平玉冰城。就这些？前辈，那可是2名金丹，据说还有个叫王冲的中期。前辈，要不您先走，至于我苏家。走？昨天我说留一晚，今天就走，但现下我不走了。至于那黑煞宗，就不去了，我就在这玉冰城等着，看他让我怎么个赔罪法。前辈，他们来了。知道了，你留在城里，别出去。北道友倒是没走啊，不过3日之期已到，老夫今日来，就是想听听道友的答复。什么答复？赔罪！你杀我黑煞宗弟子，破我黑煞宗据点，总得有个说法。赵师兄好说话，我王栋可不吃那套。一个金丹初期，也敢在我黑煞宗面前摆谱？赵道友，这就是你班的救兵？小子找死！竟也是中品宝器，小子，杀了你，这终究是我的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去。这是什么火？去。赵师兄，这绝非寻常一火，布下层层年光防御，万鬼进不过营，赶他救我！赵道友，这就走了？北道友手段高明，老夫领教了。但道友莫要得意，今日之辱，来日必当聒噪。金丹后期，这异火竟是乾蓝冰焰，没想到此等异火竟会落在你一个金丹初期手中。道友识得此火，老夫修行400余年，岂会不识？今日来此，本是为门下弟子讨个公道。不过有乾蓝冰焰在手，确实有资格与我黑煞宗谈条件。孟道友想怎么谈？道友杀我黑煞宗弟子，破我黑煞宗据点，又伤我宗门长老，这些事总得有个了结。第一，将你身上的乾蓝冰焰分出一缕作为赔偿。第二，不可能，乾蓝冰焰是我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打主意。至于第二件事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没兴趣听。小子，你别不识抬举，大长老亲自出面，亦是给你天大的面子。闭嘴！道友倒是硬气，不过道友可要想清楚了，你虽身怀异火，但毕竟只是金丹初期，老夫3人联手，
你撑不过30息。30息，孟道友要不要试试？看是你们先杀了我，还是我先带走你们中的1个或2个？你在威胁老夫？不是狂言，是实话。我今年不过100余岁，换你们1、2个金丹中期，甚至金丹后期，怎么算都不亏。好一个不要命的打法！既如此，老夫也不强人所难。那钱兰冰货的事就此作罢。大长老，闭嘴！不过道友，我黑煞宗的弟子不能白死，你不给赔偿，总得给个说法吧？这是从那据点搜出的东西，据点已毁，这东西留着也没用，还给你们，算是了结此事。好，此事就此结过。北道友，你这般作为，就不怕事后我们屠了苏家吗？没关系，你黑煞宗就算真屠了苏家，我最多日后路过黑煞宗山门时，顺手杀一些你的弟子。不过，那时我未必还只是金丹初期。看在道友的面上，3年内不犯苏家，10年，5年。好。前辈，他们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那他们会不会出尔反尔？过几日再来？至少在没有绝对把握之前，不会。那以后呢？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我建议你还是带着苏家搬离此地吧。我护得了你们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不错，前辈，您出关了。父亲说您这几日都在调息。无妨。你父亲呢？在前厅会客，是玄冰宗的人。我看你苏家是找到了新靠山，不把我玄冰宗放在眼里了。晚辈玄冰宗王栋见过前辈。玄冰宗让你来的，你们打算怎么管？这个，晚辈只是来打探情况的，具体如何处置，还需宗门定夺。那你回去告诉宗门，就说黑煞宗5年内不会再犯苏家，这5年足够你们玄冰宗做准备。晚辈这就回去禀报。等下，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就说苏家的事我记下。另外，你可告知你宗，我叫北寒风，已是金丹境的北寒风。晚辈一定转达。玄冰宗不过欺软怕硬，今日把话说开，他们反倒不敢轻举妄动。若还留在玉冰城，那就是你们苏家自己找死了。这是我整理的一份功法，适合你修炼。若能修至大成金丹不难。多谢前辈。北师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万寿宗的人来了，指明要见你，只说是和金烈的死有关。你就是北寒风？我是。哼，道友如何封火？万寿宗长老严嵩，我宗金烈长老陨落在苍茫山脉，死前最后见过的人是你。严道友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北师弟虽去过苍茫山脉，但贵宗金烈长老的死与他何干？这是金烈师兄死前传回宗门的最后讯息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他在苍茫山脉见过灵兽山的人，还交了手。严道友，金烈道友的死与我无关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被一头3阶金卫鸡毛巨猿打成昌重士所杀，我只是路过，什么都没做。什么都没做？那你为何取走了我金烈师兄的遗物？他怎么知道的？金烈师兄玉牌碎裂，但碎裂前传回了最后一段画面。画面上，你的手正从金烈师兄的尸身旁收了他储物袋散落东西。严道友既看到了画面，就该看到那金毛巨猿，也该看到金烈长当时被一掌拍死。我不过是捡了几件散落的东西，这也有错？金烈师兄是我万寿宗长老，他的遗物自当归还万寿宗。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拿？识相的把东西交出来，再随我回万寿宗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否则什么？否则，本座不介意亲自搜。严嵩，这是我灵兽山。云山，你要包庇他。严嵩，你在我灵兽山主殿动手，是不把我灵兽山放在眼里吗？严道友想要金烈道友的遗物，就这些。金烈道友的储物袋被那巨猿拍烂了，里面的东西大多已毁，我就捡了这些东西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兽王令呢？没见过。北寒风，今日之事不算晚。金烈师兄的死，我万寿宗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北师弟，那兽王令我真没见过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那岩石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若兽王令真丢了，他们万寿宗肯定会再来的。我知道，不过来便来吧。看来北师弟，你这趟出去收获很是不小啊。那兽王令是万寿宗用来控制3阶灵兽的关键宝器。对了，那九庆叶莲可拿到了。好，此行凶险，你竟真能将青莲带回，老夫果然没看错人。那9月青莲的守护灵兽金毛巨猿与魔灵门天血老祖拼了2败俱伤，师弟只是捡了个便宜罢了。既如此，便到此事为先会闭关些时日。万寿宗那边，老夫会替你盯着。对了，你那新洞府云山已安排人修缮好了，
在灵泉峰，灵气比丹峰浓郁数倍，你直接过去便。多谢太上长老。我要闭关，短则3年，长则5载。你在此安心修炼，不可出门惹事。父亲放心，我省得。清明剑罡讲究凝练，一剑即出，势不可挡。分宫九影讲究变化，9道剑光真假难辨。若将剑罡之凝练融入九影之变化，和怎么回事？混沌葫芦本源受损，已恢复36%。新起功能戒种已修复30%，可将葫芦绑定为无一金丹，转化为世界之内子，养于狐为尊，言出法随。世界种子需以宿主唯一金丹为基，期49日可成种子，再经1年温养。但金丹化界后，该金丹将无法碎丹化婴。金丹化界后，无法碎丹化婴。假丹真诀。7期49日成种，再温养1年。他的神识探入其中，发现一颗世界种子已经成型。没有天，没有地，只有纯粹而原始的混沌。成了。他饿了，渴望灵石、丹药、灵材。世界的气息，纵只吸出一丝，也足以镇压一枚无主金丹。他饿了，不急，待假丹稳固了，便喂你。终回金丹境了。没有山，没有水，没有草木，只有虚无。这世界倒是个无底洞。待出关，便去寻些资源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能吃出个什么天地来。父亲，您总算出关了。炼气12层，儿子愚钝，数年来仍摸不到筑基门槛，那12层的壁障怎么也冲不破。加上之前的几年，已是10余年了呀。父亲，罢了，这里还有30枚极品炼气丹，是我只剩的了，拿去用吧。不必多说，修仙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。你资质虽差，但只要我在，必助你突破筑基。我出趟远门，短则半月，长则1月，你好好修炼，莫要外出。父亲要去何处？寻些东西。草木离土即死，还得有土。
搬走，这就搬走。有土有水有木，可土是死土，水是死水，木是朽木，因为没有光。看来得寻个东西当那世界的太阳了。烽火之光照得亮茶石，却养不活草木。好宝贝，虽连一活物都还未有，但好歹是个世界该有的样子了。道友，救命！道友与此人有旧，素不相识。那便好。道友何意？道友要杀人，还请换个地方。老夫劝道友还是莫要多管闲事。此女夺我血灵宝镜，谁若是包庇，便是与我血灵门为敌。血灵门，此人姓厉，当真是冤家路窄。道友救我，此物便献给道友。能让我这金丹看一眼便觉灼痛，绝非寻常。道友当真要趟这浑水？我若说是，你待如何？好，好得很。既如此，那便连你一块杀了。去！竟也是中品宝器。你这真元不对，你修为是金丹初期，可真元怎如此虚浮，连寻常金丹初期的70%都不到。好剑法，是你！10余年前玄渊洞府筑基境的那个小辈，不可能！管你是怎么进的金丹，今日既撞上，便新账旧账一并清算。去。想跑？这小辈怎会如此之快？两位金丹真人，这是在追杀小辈，你莫要欺人太甚！老夫若拼死一搏，你跑不掉的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剑寒风冰焰。道友且慢，老夫知错，饶命！饶命啊！多谢道友救命之恩。此物有何用处？此镜名纯阳镜，可聚纯阳之气，若置于灵脉之上，3年可聚一缕太阳真火。太阳真火，若能放入丹田世界。多谢道友。须得尽快寻一灵脉安置。
晚辈等不知前辈在此，冒犯之处，还望恕罪。前辈可是在此处闭关？无妨，路过而已。借贵地灵脉一用，安置一物，3日便走。只是本宗灵脉不过低阶，只怕……此乃2阶极品丹药，足够贵宗筑基弟子3年之用。多谢前辈。方圆10里，世界终于有了活物。厉道友，10余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晚辈不知前辈已至金丹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望前辈恕罪。你我旧时仍以道友相称便是。修仙界达者为先，前辈既已金丹，晚辈又岂敢僭越？前辈这10数年可好？尚可，闭关数载，侥幸结丹。沈道友有心了，此将群作回礼，凝金丹可增成丹之机。多谢前辈厚赐。前辈若得闲，可否去晚辈分阁小住几日？前辈如今可还是散修？也好，本座也正好缺个政府清静之处休养些10日。半月后，阁中有一批货物要送往灵寿山，晚辈届时可否去拜访前辈？我在灵寿山灵泉峰，另我本名北寒风。首东，您回来了。魏山，去各峰传个话。就说我重开私人炼丹，此次不限数量，不限修为，先到先得，规矩照旧。首座，不限数量，那全宗上下得有多少人？照做便是。北大师重开炼丹，不限数量。不限数量！快去拿我的灵药！排好队，把药材和灵石装好，写上名字。纯阳境聚拢真火还需3年，这3年间，必须以海量资源强行喂养界种，绝不能停。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全都是极品，成丹率仅有70%，多谢北大师。首大，万宝阁的非洲到了，带队的是沈月离前辈，说是要亲自给您送这半月的药材份额，请他进来。晚辈沈月离见过北前辈。沈道友不必多礼，坐吧。前辈，这是万宝阁这半月的药材份额，请前辈过目。这里面的灵药多出了30%。晚辈听闻前辈这半月在不限量炼丹，想必急缺灵药，多出的这30%是晚辈动用私权从其他分阁调拨来的。前辈赠予晚辈极品凝丹，此等大恩，晚辈无以为报。这些灵药全到晚辈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前辈莫要推辞。既如此，我便收下了。多谢沈道友。首都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说。山下刚刚传回急报，咱们灵寿山在南境的黑岩谷矿场被人给劫了。矿场被劫，伤亡如何？是谁干的？全灭！驻守矿场的30名内门弟子，还有带队的筑基大圆满管事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，全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谁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屠戮灵寿山驻地？不知道，对方出手极快，连传音符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张。现在主峰那边已经炸锅了，掌门急召所有金丹长老前往主殿议事。沈道友，宗门突发变故，恕我不能远送了，你且先回万宝阁，近期莫要在外走动。前辈多加小心，晚辈告辞。欺人太甚！我门下的大徒子赵虎，他才刚刚筑基大圆满，准备闭关冲击丹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掌门，我愿亲带执法堂精锐前往黑岩谷查个水落石出，无论是谁干的，我要剥了他的皮。不错，这是在打我灵寿山的脸，必须血债血偿。都安静。孙长老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此事绝非寻常散修劫那么简单。黑岩谷有3阶防御大阵，就算是金丹中期去破阵，也得花上1、2日。可对方不仅悄无声息地破了阵，还切断了所有传音符，这等手段
绝不是一般的势力能做到的。掌门的意思是，有大宗门在背后捣鬼？难道是万寿宗？除了他们，我想不出还有谁有这个胆子。自从半月前严嵩含怒而去，我便料到他们会有所动作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就算是万寿宗又如何，总不能装作没看见。掌门，让我去吧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留下了什么马脚。你性格火爆，此时去，若是对方故意设下的陷阱激怒你，你必然吃亏。此事需要一个冷静且实力足够的人前往探查。北师弟，掌门不必多言，此事我亲自走一趟吧。